永嘉5年，公元311年6月，洛阳城县，西晋怀帝司马炽被匈奴人俘虏，太子被杀，史称永嘉之乱。身在滨州平阳的匈奴汉皇帝刘聪，得知洛阳攻克之后，喜出望外，立即封赏有功之臣，例如给王弥拜齐公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等。封赏完了之后，刘聪步履不停，立即命令刘耀向长安进攻，因为长安这儿还有我晋的残余势力。留守长安的是一支实力较为完整的力量——南阳王司马模的军队。司马模是刚死掉的太傅司马越的弟弟。刘聪在攻克洛阳之后，决定先打关中，既有乘胜追击的意思，也有要彻底铲除司马越势力的打算。司马模听到消息，立即派手下的衙门将军赵冉前去御敌。然而我晋的官员似乎都有那么一点点小心思。赵冉要求司马模给他一个平邑太守的官职，才能带兵打仗。但是不知道司马模是怎么想的，或许是觉得自己能够轻松拿捏赵冉，也或许是认为赵冉目前还不配升官，亦或是其他什么原因。总之，司马模又要赵冉卖命，又不给赵冉官职，而且还火上浇油，把平邑太守这个位置给了自己人所琛。感觉受到侮辱的赵冉二话没说，立即投敌，投降到匈奴汉的阵营。刘聪一见对方守将都投降了，简直是大喜过望，豪爽地封赵冉为平西将军，并给他2万大军，担任进攻函谷关的先锋。而跟在赵冉后面的是匈奴河内王刘粲、始安王刘耀率领的匈奴步兵大军，历来视为天堑的潼关天险被赵冉轻松攻下。匈奴汉大军因此得以长驱直入，继续向西进发，一直到达下归。下归城下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，就是那个曾经长驱2000里从凉州赶来，连续2次重挫匈奴人，2次解救洛阳之围的北宫纯。北宫纯一如既往的要保护大晋，匈奴人一如既往的打不过他。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发现匈奴军队是佯装失败，诱敌深入。等到北宫纯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陷入包围圈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北宫纯被俘投降。北宫纯投降之后，汉军兵锋直指长安城，城里的司马模惊恐万分，派出最后的战将淳于定。士卒离散，仓廪空虚，人心尽失的长安城根本无法守卫，淳于定也不可避免的大败而归。左右权衡之后，晋南阳王司马模投降匈奴。赵冉一点没客气的抓了司马模这个老领导，绑了送去后方大本营的刘粲。刘粲也没客气，像在洛阳城一样彻底清洗西晋势力，随即杀了司马模。所谓的一股完整的司马模势力就这样被轻松打掉了。但是别急，越是觉得我晋快完蛋的时候，我晋却反而总是能玩出点新花样。当刘粲、刘耀占据长安之后，关中各郡全都望风而降，而偏偏那个抢了赵冉平邑太守位置的所琛坚决不投降，带着仅存人马往甘肃安定撤退，准备投靠安定太守贾雅。贾雅本不是忠臣良将，洛京沦陷，长安投降之后，他正准备遣送质子给匈奴汉以示投降。在所琛劝导和力促之下，贾雅决定联合所琛，用凉州地区没有被破坏的军力收复长安，再造大晋。由于股本都是贾雅的，所以众人给他上了平西将军的头衔，由他带领5万大军前往长安。所琛和贾雅的这一举动还是有意义的。再造我晋的旗帜一竖起来，关西义军纷纷前来。雍州刺史屈特、新平太守烛辉、扶风太守梁宗等人共同举事，率领10万大军前来会合。或许国破家亡能激发晋军的力量，也或许是匈奴汉连战之后疲惫不堪。这场长安争夺战的结果，以匈奴河内王刘粲大败，始安王刘耀大败，匈奴凉州刺史彭畅仲被杀，匈奴军队全部退出关中而告终。关中关西地区，晋朝军民和心向我晋的胡人纷纷响应，10载我晋兵势大振，西京长安再次回到我晋的手中。而关中地区的失而复得，让另外一位正在逃亡的皇子有了目的地，他就是未来的晋闵帝司马邺。其实洛阳沦陷之后，有很多人都建立了临时政府，例如我们在前几期里反复提到的傅芝，在河阴县建立了邢台，苟熙在沧源建立了临时政府，甚至更进一步，他还立了个皇太子。紧接着7月，幽州的王浚也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，还自领尚书令，也装模作样的立了一个皇太子。另外，司空荀藩在阳城也建立了邢台，并且与晋武帝的孙子司马邺相遇了。
作为大晋司空，同时又是司马懿舅舅的荀藩，他们立即决定向西避难，潜入关中。9月，荀藩和司马懿到达长安。荀藩按照其余西晋大臣的做法，当然也是为了保存西晋社稷，在长安登坛祭天，建宗庙社稷，立司马懿为皇太子。看完关中的情况，再来看看华北平原。在18期里我们讲过，当洛阳沦陷之后，兵之的刘琨为报国仇，曾经带着鲜卑人居高临下进攻过驻扎在平阳的匈奴本部。本来大好的局面，结果刘琨因为过于喜爱一名歌手，导致内政没处理好，被带路党带着匈奴大军一路平推到老家，刘琨父母还因此被害。当鲜卑人好不容易把太原给刘琨夺回来之后，吃了败仗的匈奴皇帝刘聪异常的愤怒，但又确实无力再跟刘琨和鲜卑人作战，只好拿被扣押在平阳的俘虏皇帝晋怀帝出气。本来怀帝刚刚被俘虏的时候，为了能活下去，曾经勉言向刘聪称臣，称刘聪为陛下。而刘聪也确实心平气和的跟怀帝拉家常，他说：“当年你还是豫章王的时候，我跟王五子去拜访过你，你还送过我浙木宫和银砚台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怀帝则继续保持卑微的姿态，说：“臣下怎么敢忘掉呢？只可惜当时没早看出来陛下您是真龙。”刘聪继续问：“八王之乱，你们家的亲骨肉为什么这样互相残杀？”怀帝则继续拍刘聪的马屁，说：“大汉将要承接天意，所以我们家提前自相杀戮，替陛下您扫清道路，这是天意啊，不是人所能决定的。再说，如果司马家能尊奉武皇帝的大业，九族和睦，陛下您恐怕也不能得天下吧。”怀帝的真诚和卑微让刘聪听了很高兴，刘聪一激动，还把自己的小刘贵人送给怀帝，把自己的正经嫔妃嫁给别人为妻子，咱也不知道刘聪是怎么想的。不过转过年来，刘聪已经容不下怀帝的委曲求全了。建兴元年春正月，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，期间他命令晋怀帝司马炽身着青衣给自己倒酒。所谓青衣，可以说是小厮的衣服，也可以说是下人的衣服。总之，怀帝此时俨然成了匈奴人的奴隶。当怀帝略显尴尬地看着大殿中欢声笑语的匈奴汉君臣的时候，西晋旧臣宇民和王俊则感到奇耻大辱，他们不胜悲愤，放声痛哭，而这一表现激怒了刘聪的神经。到了2月，正好有人告发宇民等人，说他们图谋接应刘琨，准备反抗匈奴。刘聪随即下令诛杀晋朝旧臣宇民、王俊等10多人，而怀帝司马炽也同时遇害。其实晋怀帝之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，他的存在会让很多忠心于晋王朝的人心存幻想，伺机而动。只是怀帝君臣身死国灭的悲惨境遇，还是让人心情沉重。不过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停止的，到怀帝罹难这一刻，把目光放下整个北方，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。匈奴人依旧在并州南部，而刘琨也依旧在并州北部，双方一如既往地对峙着。与此同时，刘琨把手伸到了河北地区，他派遣自己的侄子刘演率先占领邺城，在此驻扎。本来想把邺城建设成大本营的石勒，眼前主要精力还盯在别处，只好忍着不发，暂时不管邺城，选择移居到不远处的襄国作为自己的根据地，然后磨刀霍霍地准备打掉王俊。王俊则背靠着鲜卑人，在幽州当起了土皇帝，又是建立邢台，又是立了皇太子，俨然一副后司马越的模样，当起了摄政王。不过很快这一格局就会被打破，率先动手的还是石勒。石勒选择镇守在襄国之后，他也知道自己像是一把尖刀，切进了刘琨和王俊这2个名义上的西晋势力范围，因此时常惶恐于双方联合自己被夹击。刘琨后面有拓跋鲜卑，王俊后面有段部鲜卑，哪个鲜卑人都不是石勒惹得起的。在石勒还在头皮发麻怎么办的时候，变故率先爆发了。广平地区有2股山大王，游轮、张柴，俩人眼前都算是王俊的势力范围。石勒本以为这就是一股山贼，派兵剿了就完了，没想到王俊接到信儿之后大动肝火，派遣自己的督军王昌，同时征发鲜卑人，但也是我晋的辽西公段吉陆卷，以及段氏子弟的段匹敌、段文鸯、段墨碑一齐浩浩荡荡地向石勒襄国杀来。石勒本想逆势而上，先发制人，结果好几战下来，直接被鲜卑人打得熄火。再加上石勒的部队刚到河北，城防营寨修建的也不扎实，
整个团队陷入了巨大的阴影当中。高级将领聚集到一块儿，天天开会，会上吵来吵去，有的说速战速决，有的说论持久战，有的说转移阵地，还有的说去截击鲜卑人的粮草。总之无法达成共识。关键时刻，还是张斌把石勒扶了起来。张斌和孔常建议说，第一，鲜卑部队里面最猛的莫过于段秣碑，所以先不要管别的部队，更不要四面出击，先集中力量攻打段秣碑。第二，段秣碑的部队现在在相国北门，我们可以在北门外设置突击门，我们先示弱，引诱他们出战，等到段秣碑的部队倾巢而出的时候，我们打他的指挥部。第三，只要段秣碑被击溃，其余鲜卑部队也一定会望风而逃。石勒一拍大腿，觉得这个方案很好，既有全面布局，又有重点突破坚固，还有操作办法。随即按照这个思路，开始在北门外设置突击门，计划也按照张斌的思路展开。进攻段秣碑的时候，石勒派孔常亲自担任突击队长，自己则亲自登上高台，擂鼓助威。石勒的军队趁着段秣碑的部队阵型不稳，猛打猛冲，分割包围，果然把段秣碑生擒。段秣碑这边刚遭遇重大失利，段吉、陆卷等人就立刻收缩鲜卑部队，向幽州撤退。孔常则发扬连续作战精神，穷追猛打，一路向北，击杀30余里，缴获马匹5000匹。战后，段吉、陆卷给石勒送来铠甲、马匹、金银，以求能够放掉被俘的段秣碑。面对鲜卑人的求和，参谋部又吵了起来，大家纷纷说段秣碑该杀，杀了他，告诉给鲜卑人，我们羯族也不是好惹的。石勒则微微一笑，宽慰大家说，你们呐，毕竟还是秃样，鲜卑人在辽东那旮瘩也算是地区强国，现在咱们杀了一个段秣碑，结果要世世代代跟鲜卑人结仇，值得吗？大家都是胡人，放了段秣碑，鲜卑人一定会感激我们。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把段氏鲜卑从王俊手里分离出来而已。随后，石勒让自己的好大侄石虎前往幽州，送还段秣碑，同时代表石勒跟鲜卑人结盟。段秣碑本人也非常感动，被送往老家的途中，曾经面向石勒所在的南方行大礼，磕头跪拜了3次。由此，兵强马壮、异常凶悍的段部鲜卑心悦诚服地对石勒保持中立，同王俊划清了界限。而石勒把鲜卑人从王俊阵营里剥离出来之后，整个团队上上下下都清楚，跟王俊的最终决战时刻到来了。